魏无羡偷瞄了一眼蓝忘机，蓝忘机倒没表现出不悦，只一如既往平静地应了声。魏无羡忽地觉得心头一阵舒坦，但还是若无其事的不让喜色流于形表，身后的尾巴倒是难以自持地雀跃起来。见事情交代的差不多了，蓝曦臣便让魏无羡先回去打点行装，打点好后即刻出发。待魏无羡走后，蓝曦臣缓缓看向蓝忘机，对方仍绷紧了背，站得笔直，神色严肃。蓝曦臣道：你不问我为何让你去？蓝忘机静默片刻，才道：为何？蓝曦臣解释道：先前你与魏公子似乎闹过一些不愉快，我便想能否借此机会让你们二人消除芥蒂，况且我以为你与魏公子应当十分相熟。蓝忘机顿了一顿，平声道：并无。也不知他否定的是哪件事。蓝曦臣仔细打量了他一下，又道：可你现在不是挺高兴的？忘机，交到朋友是好事，不必过于恕己，要与人为善，适当时笑一笑，无伤大雅。星雨初歇，屋檐上有渭河的水珠沿着沟壑滑落，长街之上弥漫着清爽的湿气。不少商贩在雨停后陆陆续续出来摆摊，行人渐多，城中又慢慢热闹起来。蓝忘机寻思着要去往前日去过的那座无名深山，需穿过这条长街。况且上回那赤狐已被人发现，必定会携着虎仔转移到更为隐蔽的地方，如此一来，要再次找到他便需要花费更多精力，兴许还要再花上些时日。找到后如何应对，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他边想边抬头放眼望去，行人来往，长街一览无余，唯独不见魏无羡的身影。此时魏无羡正站在一个枇杷摊前，跟摊主侃大山。摊主是个跟姑苏水乡有些气质不合的魁梧大汉，肩上坐了个梳包子头的3-5岁的小姑娘。小姑娘一直努力地抬手，试图掀掉魏无羡的斗笠，以看清小哥哥的真面目。魏无羡一边游刃有余、行云流水地闪着小姑娘的魔爪，一边跟摊主扯着天南地北。聊着聊着，聊到了近来在城中偷鸡偷鸟十分猖狂的赤狐妖。大叔愤慨地一拍篮筐，差点把肩上的女儿甩了下来。稳住身形后，他道：那妖怪若是让我碰到，必定将他大卸8块。我家翠姑就是被他祸害了的。你家翠姑？大叔道：是我家养的花美鸟，眸清目秀，额上一点红，胸前一抹绿，鸟中小美人，就这么叫那狐妖给叼走了。这人起名字怎么跟江城一个德行？魏无羡啃了一口枇杷，委婉道：如此着实令人惋惜。大叔义愤填膺的又是猛地一拍：可不是。小姑娘正按着爹爹的头往前探出身，眼看快要碰到斗笠了，忽然被这么一颠，直接整个人栽了出去。魏无羡忙哀哀地伸手去接，小姑娘落到他怀里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爬起来，十分忘恩负义地朝他的斗笠猛地一扯。谢谢公子，你……魏无羡看着怀里的小女孩得意地扬起斗笠后，还好奇地捏了捏她的耳朵，不由得下意识环顾四周，开始认真地考虑撤退路线。呆立片刻，大叔发出惨绝人寰的咆哮：放下他！你这狐妖，甭想再祸害我的女儿！等等，其实我……魏无羡的声音淹没在周遭的嘈杂中。大叔振臂一呼，旁边小贩均投以注目，行人纷纷聚了过来。看清情形后，群情激愤：怎么回事？这狐妖怎么还敢光天化日送上门来？狐妖，孽障，把我家燕桃还来！以前没见过狐妖，没想到长得还挺俊的。你们做了什么？为什么狐妖不敢送上门？你家燕桃谁啊？取名字能不能高雅一点？还有最后那个，我是不是该说谢谢你夸我？魏无羡一边疯狂腹诽，一边放下小女孩，试图趁围观群众讨论得如火如荼时，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悄然离开。无奈他一转身，便有眼尖的人指着他喝道：他要跑了！与此同时，一声狗吠如平底惊雷，险些把他的魂魄吓飞。魏无羡回头一看，不知谁牵来一条黑鬃大犬，狗牙锐利，闪着寒光，正龇牙咧嘴，将牙寒森森地对着他蓄势待发。腿软之际，魏无羡脑中只剩下一句话：杀父之仇不过如此。大狗又吠了一声，竟突然朝他扑了过来。魏无羡本能地支起所有力气，撒腿就跑。大狗在身后紧追不舍，魏无羡连惨叫都顾不上，
大脑空白一片之际，便只来得及思考保命之路。平时帮他赶狗的是谁？江城不在，现在跟他出来的是谁？蓝。思及此处，魏无羡不管3721，放声大喊：蓝湛蓝湛蓝湛！话音骤然截断，他猝不及防撞入一个人怀里，或者说对方已经有意识地伸手去接他，还是被他撞了个趔趄。辨清来人是谁后，魏无羡立即手脚并用地缩到那人身后，攀住对方的脖颈，大约是受了不小的刺激，竟然脸色发白，半句话都吐不出来。蓝忘机被他抱得有些僵硬，察觉到对方在发抖后，无措地碰了碰对方环住自己的手。对方似是安心了一些，身体放松了，手却环得更紧了。蓝忘机定了定神，缓缓地将目光移向前方。追上来的凶猛大狗愣是被他的眼神吓退一步，吠都不敢吠。跟上来的几个人看见此景，一愣过后，通过装束认出了蓝忘机是姑苏蓝氏的人，不由面面相觑。蓝忘机冷声道：此人并非狐妖，只是在前几日与蓝家门生一同追查狐妖时中了咒。今日我们出来也是为追查当日狐妖，准备不周，下级百姓多有得罪。那几人听了这番话，犹犹豫豫的还要再问些什么，然而一接触到蓝忘机的目光，便不敢吭声了，只得相互打着哈哈，宛如无事发生过般，勾肩搭背的离开。蓝忘机踌躇了一下，安抚的拍拍魏无羡的手，淡声道：已经走了。魏无羡头也不抬，语无伦次道：狗，走了吗？走了吗？于是蓝忘机再次缓缓将目光移向前方，感受到冰锥利刃般的目光，大狗打了个哆嗦，竟大气不敢出一声的转了身，颤颤巍巍的蹒跚着离开了。蓝忘机道：走了。魏无羡这才勉为其难地松开了蓝忘机，抱着跑着跑着甩掉了的黑布，试图平复心情。大概是受了不小的惊吓，双耳直立，仿佛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尾巴也炸开了似的瑟瑟发抖。蓝忘机道：你怕狗？魏无羡毛骨悚然道：狗不可怕吗？蓝忘机无言。你想了想，蓝忘机抬手蜻蜓点水般抚了抚那双狐耳，面不改色道：你别乱跑了。魏无羡哪还敢乱跑，他忙不迭点头。耳朵被抚过时，他心头莫名涌上一股安心感，便下意识地蹭了蹭蓝忘机的手。对方立即如遭火燎一般将手缩了回去。从被狗追的阴影中平复过来后，魏无羡立即嚷嚷着要先去客栈大吃大喝，好好休整一番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虽不赞同，却也顺了他的意。两人便就近找了家客栈，要了间厢房，点了些酒菜，坐下歇息。一关上门，魏无羡便如获大赦般甩掉黑布，兴冲冲地坐下斟酒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将魏无羡推过来的酒杯移开，魏无羡便道：蓝二公子，别这么不解风情嘛，这里又不是云深不知处，赏个脸，喝一小杯行不行？蓝忘机道：不。魏无羡抽了抽嘴角，却也不肯死心，佯装好好吃饭，而后趁其不备，将盛水和盛酒的杯子迅速调换。蓝忘机拿起杯子喝了一口，然后啪嗒一声倒在桌上。魏无羡目瞪口呆地看完了他从喝完到倒下的全过程，第一反应：莫非酒里有毒？默默盯了对方半晌，魏无羡蹑手蹑脚站起来，绕着他转了2圈。这样默默地观察了半炷香的时间，他大着胆子伸出手，试图去戳对方的脸。蓝忘机忽然抬起头来，迅速抓住了他的手。魏无羡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要抽回手，却发现手被紧紧攥住而抽不出来，便抽着嘴角望向蓝忘机。看起来眼神清明，倒也不像喝醉了的样子。魏无羡心里嘀咕着，猝不及防被对方拽了起来。对方力道极大，魏无羡挣不开手，只得跌跌撞撞跟着他走，嚷嚷道：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蓝忘机拖着他走到床边，一把捞起扔在床上的黑布，抬手一掀，把魏无羡的头盖了个严严实实。魏无羡一愣，吓得他连尾巴都不会摇了。蓝忘机却探头看向他的尾巴，一脸严肃，看起来非常不满意，然后又抬手将黑布往下扯，试图扯到尾巴处。魏无羡一把将黑布拿下来：别扯了，遮不住的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喝醉了还是？蓝忘机严肃地看了看他，而后不容分说将黑布夺过来，执拗地重新盖在他头上。魏无羡无语片刻，
干笑着道：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蓝忘机闻言顿了顿动作，似是思索片刻，而后面无表情地凑到他耳边，低声道：“藏起来。”